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欢迎一下我们回归的2位音乐合伙人海兰阿木，让我们欢迎当然，在这一季又迎来了我们的新朋友陈丽。我终于见到本尊了。欢迎贤子。王唯一，欢迎。各位已经自动组成了自己音乐合伙人的搭档啊，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第3赛段，会有全新的赛制。那我们这一轮的先声夺人的环节呢，有所变化。各位彩排的音频啊，在之前已经给我们今天到场的200位观众提前试听了。而且他们也会投票点赞，选出了他们心目当中的最具期待值的前2名的歌曲。现在这份结果已经在我的手里了，你们觉得观众会选出期待值前2位的组合是哪里？王源、阿木啊，王源一个，阿木一个，这是必须得是王源嘛？那我猜陈丽姐，陈丽姐。对，丽姐那队啊，丽姐那队啊。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公布结果。前2名，这里排名不分先后，其中之一是3个字的歌名。妈呀，那不是太多了。追光者，小自由，你们爱存在。存在，无形化也是3个字啊。对啊，心头草也是3个字啊。3个字啊，对啊。所以这首歌叫做《爱存在》。来自阿令、黄丽玲和姚小棠。今天的期待值排序其实挺意外的，之前就没有想过说投1、2这样。我是纯粹喜欢那个声音被吸引的。我觉得2个老师的和声特别棒，然后配合的特别好，所以我还蛮期待。好，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排名前2的另外一首歌，几个字？一样，也3个字，想自由。想自由，恭喜王源成立。其实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截哪一段给观众听，所以不知道会多出彩，而且主要是没有听过别人的歌。挺开心的，我觉得观众有品味。感觉2位老师的和音特别的自然，然后特别的融洽，一点都不会突兀。接下来我们第3赛段的规则，各位一定要好好听了，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哈。由观众选出本场期待值的前2名，分别形成 A、B 2个竞演单元，其余合伙人组合将依次进入抉择屋，秘密选择加入其中1个竞演单元。每个竞演单元只能产生1首待定金曲，每一组在抉择屋可以选择试听其中1首歌曲。哎，那2组的顺序怎么排呢？待会儿会公布你们2首歌之间到底谁第一。啊，这样，所以就是他们得判断哪个票最高。谁第一的就是跟第1的先唱。但加入他们并不代表你跟他们是一组，而是竞争关系。竞争关系。对，竞争待定金曲。因为每一组 A 单元和 B 单元只会产生1首待定金曲。但如果你们没有人选，你就自动就是金曲，唱啥样的金曲？待定金曲。纯待定，完全是押宝。好，明白了哈。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吧。不是的，别，你让我们自由选择。不是的，我们去了，快！我们去了，快！去了，快！耶！我们先到了。哎，等等，乱了！哎，我们不是要先进去吗？他们跟我讲规则，我再跟他讲。我们第2啊，第2名，我们第2啊，我们第2，排队啊，排队第2，我们第2名。等一下，我们先回来。不行，这个阵仗，我们理明白了再去，好不好？理明白了，理明白了。我现在都乱了。你们第1组，你们去。你们先去。好，我明白了。我们排队。是这个原因啊，那你们自己内部商量吧啊，你们自己商量吧，哎。
我们想听这个《想自由》，《想自由》我唱过，听一下呗，那我们听一下《想自由》吧，听《想自由》吧。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妈呀，他俩挺搭呀！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也是青春疼痛文学，是，就跟咱们还挺一路子的。其实跟咱一路子。对，我们听这个，我们听《爱存在》，爱存在吧，好吧。只有你能幸福，我会到未来。你给谁投？你给谁投？爱存在的整个旋律，我觉得跟我们的歌很像，反而想自由可能它的律动跟我们不一样。那我觉得既然大家要竞演的话，其实各种风格在一起会更好看。就他吧。好，来，走。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疼痛的感觉吧。对，3、2、1。因为我觉得可能都在这儿，都在这儿。那我们虽然在后面唱，但是可能我们就是金曲。我觉得他们都会投这个，咱们投那个。努力在第4个唱吧。哦，第5个。好嘞，相信我。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结果了。其实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到底哪一组音乐合伙人获得了期待值最高的那一组？到底是想自由王源和陈粒的，还是阿令和姚小棠爱存在呢？在200位观众当中，期待值最高的那一组音乐合伙人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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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自由，陈粒、王源。所以你们是第一组登台演出。我们来看 A 竞赛单元到底有几组音乐合伙人选择了他们。来，3、2、1，这是2个。哦，那正好势均力敌。第2顺位出场的 A 竞赛单元的是海兰、阿木、陈斌。第3，张碧晨、黄子弘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B 竞赛单元，有2组音乐人选了你们，所以阿令和小棠是第4组。第5组弦子王唯一，最后一组出场的就是王铮亮、王鹤野。大小王嘛，炸了就把大家给炸没了。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有请期待值最高的2组，也就是陈粒、王源、阿令、小棠，来领取你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一起接受挑战，舞台上见真章。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王源、陈粒，加油！这次天赐是我第一次来，我觉得挺开心的，而且听到了很多没有听过的歌，然后听到了一些听过的歌的重新演绎，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我觉得这舞台挺棒的。过了很久，终于我人抬头看。我自己的歌都是比较不会用技巧的。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不算是特别好唱的歌。这一次选的歌叫做《想自由》，按照这个中文汉字来分析啊，自和由其实都是在条条框框里面穿出去一小点。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其实我觉得很精准地描述了自由的定义，跳出一点点规矩，在规矩之外的那些惊喜和意外，那个叫做自由。我觉得跟小时候相比，现在肯定是自由很多，因为我觉得小时候认知还有觉察能力都没有这么强，比较混沌，然后小时候也很容易被一些激情之类的东西干扰，没有现在这么清醒。我常常以为退休就是真的自由，但是恐怕那个时候看到舞台、漂亮的光、漂亮的衣服、好听的歌会馋，那也会导致一种不自由。但现在我是想多休息一下，但其实还是有舞台可以踏进去，我觉得这就挺自由的了。其实越来越跟自己自洽了。这首歌其实还是会往稍微偏悲观一点点靠。是我跟陈粒老师，我们的演唱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演唱方式。
我们是希望能透过这个表达传递出一些希望的影子在。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冲，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一路笑着追着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陈丽第一次来天赐，然后跟王源是第一次搭档吗？好像合唱是第一次，但我们好多年前就认识。是的。首先是看到媛儿的成长和进步。媛儿今天唱的是前面，其实挺细腻的，她那一段，因为没有进鼓嘛，所以情绪的处理有很多。我在旁边听的时候，我觉得循序渐进的，慢慢起来，我就觉得挺舒服的这首歌。可以，真好。其实我听陈丽姐的歌听的还挺多，我们都也是比较内向的人，然后对歌词啊，包括整个旋律，其实我们喜欢都还蛮相似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合作上，我也觉得很激动，也是期待了很久。其实对于王源来说也是非常特别，因为你在18岁的时候就唱过。对。时隔7年又再唱，我相信这个随着岁月的变迁，对于自由的理解也应该不一样吧。对，这首歌其实也是喜欢了很久，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它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它叫想自由。其实我喜欢把这个字拆开来看，一个是想，一个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想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记得在我18岁的时候，其实在我现在想来，当时肯定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时期啊，因为我觉得当时工作很忙，然后还有很多烦心的事儿要处理。那个时候的想自由，真的是想挣脱。时隔7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现在往回看，就是有了那个阶段，才有了现在的我。所以现在其实我跟自己自洽的还挺好的，包括今天我唱的时候还有点上情绪。但我觉得还挺感慨的，有机会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再唱这首之前唱过的歌。今天评员唱现场啊，然后我们刚才在这说，哇，就好惊艳那个声音，还有唱法都完全不一样，有些气声啊处理，我就觉得就是你很想挣脱的那个感觉，像里面歌词唱的，陈丽第一段给你的那几个特别重要的和声特别稳，一出来就整个就完全这首歌一定就有了，就非常非常完美的一次表演。对，我是第一次听媛儿的现场，我太惊喜了。然后在刚刚进歌的时候，中低音区，王源的这个叙述真的特别好，很细腻，情绪很烦，那个烦字一下就说到我的心口上去了。然后陈丽老师的那个和音一出来的时候，就感觉救赎感出现了。至此艺术已成，要么怎么是投票第1名呢？上周的时候，王源讲说他有尝试着去换唱法，然后我觉得这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唱法已经完全变了。能在低音区也是在混声的方式在唱这首歌，其实是很难的。我懂他说的那个唱进去了的意思，就是因为他那个咬字，包括他换气的方式，包括他每一个顿挫都有故事感在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他想表达的东西在里面。因为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然后这样一个版本我觉得特别的美。对。刚才碧晨说非常喜欢，能不能邀请你清唱一段？哎呀，献丑了啊！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媛儿，你说吧，你是今天练到几点？一下就能听出来，太厉害了！他每个字里全是小细节，那情绪处理太妙了，真的是太卷了啊！这个真是我们这头号卷王了已经。没。所以刚才黄子问，昨天晚上唱到几点？有练吗？昨天晚上没练，今天早上。早上你赶早上了？赶早上，赶早了。对，不是唱到深夜，就是大早了。真没有大家说那么夸张，真没有，就练了一小会儿。练了一小会儿，几个小时而已啊。这首歌有2个惊喜，第一个就是陈丽她竟然唱了《想自由》这首歌是非常意外的一首歌，超级厉害的。然后第2个惊喜就是我觉得王源又一次的遇到了好的搭档，又能给到你一个很全新的能量去合作，去让自己再次的升级，非常棒。好，这样。也要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送给王源，送给陈丽。有请魏洛总。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斌、海来阿木。这次呢，其实还是选择了跟陈斌合作，因为陈斌我们俩是之前有合作过《三生三世》嘛。希望花开是你，叶落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来世我三生有幸遇见了你，你是我此生最好的运气。还是那么有默契。二搭的好处就在于，可能我们之间的熟悉度就起来了，所以在作品方面可以很好的、很快速的去融合。你绝对想不到这首歌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那你快说，好奇了。他是在某一个演出上，他们在台上演出，然后完了我就在后台，突然就有灵感，蹦了那么一句，这个副歌的旋律就出来了。对。随你到天涯海角。这个歌名取得很好，它不叫心头宝，它也不叫心头好，它是从你的身体里面长出来的一根草，它可以触碰到你的很多部位，然后触发你很多很多的情绪。这个歌我听下来，可能这两个人都已经是金婚、钻石婚。对对对，关系很好的那种。对，而且是已经一起大家大风大浪都是走过来的，还是坚定的在一起，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份对婚姻的一种向往，对爱情的一种遐想，更多的是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一种表白，就是你是我心头的草，就长在我心里的。我认为我们是已经过了非常非常多年的夫妻了，稍微有点互动。十指紧的牵你手，哒哒哒的风雨同舟。我哪好意思设计这些啊？他牵我的手，我很开心的啊，对吧？到间奏的时候，我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我坚定的一步一步走过去，然后十指相扣，你就是我坚定的选择。到最后，整个歌曲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没有结束。每日鲜橙草，吃出年轻态，我们一起加油吧！耶！山一重，水一重，你陪我共度远行。翻山越岭，泽泽平平。风一年，雨一年，十指紧扣牵你手，南北同路，风雨同舟。若世界需要讲道理，那我也选择偏向你。我怕来生不能相遇，所以今生不离不弃。我愿随你到天涯海角，或天荒地老，车马和喧嚣，暮色中燃烧，给你世间能寻的美好和金银珠宝。梦里梦外绕，你是心头草。山一重，水一重，你陪我孤独远行，翻山越岭，泽泽平平。风一年，雨一年，十指紧扣牵你手，南北同路，风雨同舟。若世界需要讲道理，我也选择偏向你。我
今生不离不弃。我愿随你到天涯海角，或天荒地老，车马和喧嚣，暮色中燃烧，给你世间能寻的美好和金银珠宝，梦里梦外绕，你是心头草。天荒地老，车马和喧嚣，暮色中燃烧，给你世间能寻的美好和金银珠宝，梦里梦外绕，你是心头草。哦，哇！咔嚓嚓！我的天啊！陈斌说一下这次跟阿木合作的感受。我们上一次合作的是《三生三性》，然后我觉得听众们都很喜欢，我特别开心。看看《心头草》能不能也能受到大家的喜欢。这首歌有没有《三生三性》好听？说到《心头草》这首歌是海兰阿木的全新的创作，这首歌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境？其实这首歌它有4段词，然后4段词写的故事都不大一样。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当中，他和另外一半在爱情这个方面上就是不同的一个感觉。山一程水一程，你陪我孤独远行，就写的是一个人爱上了你，或者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就跟着他走了，孤独的去远行也不怕。然后风一年雨一年又写的就是2个人在一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和挫折都不离不弃。到中间的时候，我愿随你的天涯海角，或天荒地老，车马和喧嚣，暮色中燃烧。当然还是这个男人带着这个女人不停的就是牵引，但这个女的会一直跟着他走。最后一段的话呢，就是给你能寻的美好。其实他写的是一段回到80年代90年代，就是爱一个人可能就是给他买个围巾啊，就是可能买个手镯啊，可能买个耳环呀，就是给你能寻的美好，给你金银珠宝。就这个歌最后的这个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哪怕有一天另外一半先走了，但这个人会永远的留在自己的心间，长在自己心里。我觉得这首歌我想要自己沉一点，因为这2个人一定是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日月，很多很多的挫折，才有这样的承诺，才有这样的感悟。然后包括这个舞台的呈现也是，最后我跟阿木这样靠肩膀，这样的其实都是老夫老妻了。包括可能我在一些短视频上我看到的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老爷爷，他们有的时候也会互相搀扶着，这叫相互依偎。对，然后这样一起去看夕阳，一起去期待着明天。所以我是为这个舞台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刚刚我还跟小常说，哇，这是一个世纪婚礼吗？我就觉得每一次看到陈斌在每一个舞台上面都很代入感，而且他的跟对方演唱的时候那个眼神都会特别吸引人，所以就是有这种甜蜜的感觉，很喜欢。谢谢。我觉得阿木哥今天的唱法跟之前不一样，因为上一次是跟碧晨姐唱《孤独与自由》嘛，就是他那个音色，就是到了一定的音区之后，他就有就那个声儿，但我觉得特别好听，就因为我很喜欢他那个就是味儿太对了，没那味儿的不这歌。对，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心头草唱得很温柔，还真是就是有那种新婚的感觉。这个舞台让我想到前几年对《三生三性》，我觉得确实是广受大众喜欢。然后冰姐也还是一如既往的很稳定的输出。
又美，然后又好听，很喜欢这个舞台。谢谢。今天也是跟大家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然后也听到了陈斌今天就是另外一面，就平常可能唱很宽很大的歌，然后今天就是在这个婚礼上，我也感受到了你们此刻在台上的甜蜜。对对对，非常喜欢这个舞台，谢谢谢谢。刚才我很仔细在听，其实这一首歌里面，我听到了牧歌有4种唱法。比如说主歌前面比较缓缓的时候，它其实是声带没怎么闭合，就是气声偏多的。然后在副歌的时候，还有那种很透亮的高音，就是脖一扬，就上去那种。对，然后还有就是牧歌非常标志性的，有一点点摩擦的，只属于它的那种音色，在这首歌里面充满了细节，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舞台，我也被圈粉了。谢谢。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燃烧，就是很直率那种。可能金银珠宝这种歌词在我嘴里唱出来，可能会把别人唱笑。我最近真的是被牧歌圈粉了。以前的牧歌呢，给我感觉其实是很急于去表达自己的，但其实现在的牧歌是我更喜欢的状态。就他在舞台上呢，他可以很轻松的就感动到别人，他不需要用多大的力气。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是很 match， 然后我很喜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感觉阿木的音乐跟我们传统听到的很多的流行乐都不太一样，它是没有任何切分和附点的。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奇怪的，就是一字儿一字儿的往出蹦。然后我也当面去请教过阿木这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写歌？然后但是他说不出来。直到我说你不是彝族人吗？你给我唱一段你们的彝族歌。然后他一唱，我大概就有感觉他为什么会这么写了。你们应该所有人都没听过阿木唱彝语的歌吧？没有。随便唱一小段，好吗？给大家展示展示。帕拉莫吉就起古来是去事务所，在所古波罗茨古多来唔在哥哥阿米嘎达路，乌哈耶。萨卡吉吉哇。帕拉莫吉就起古来路，古路比索在索马布努茨马多来唔在哥哥阿米嘎达路。我觉得他能够作为一个这种跨文化领域的创作者，去能写出这么多让大家喜欢的歌。还是源于这种文化多元性，还有就是对2种文化都很掌握，我觉得才能有这种很优秀的创作。其实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田亮老师，其实我特别期待，其实阿木能够来天赐，因为他每次来都能带来自己的新作品，然后有自己的新的状态。然后阿木是那样的歌手，就是不管你谁来，他都能有一个处变不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啊，今天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不但能听到你原来那个味道，并且感觉到阿木在这个舞台上的成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斌，送给海蓝阿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张碧晨、黄子弘凡。黄子老师，他是一个快乐的小伙子，所以我才想跟他唱一首至少是没有那么痛的，有一点希望感的这种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我觉得这个歌其实有个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它有太多版本。对，我觉得市面上得有20多种版本。对，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进。需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又有一个属于我们独一无二、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个其实就挺难的。其实我听到这首歌，我更能想到的是那些所有在课堂上的那些场景，那些点点滴滴。我想到一个具体的事儿，啥？
之前我们学校是住校，我们是10点准时关灯，9点半放学，然后回到寝室，在寝室大家就聊天什么。到老师9点58、59说要关灯的时候，我们才脱衣服去洗澡。几个男生抱着那盆子，就跟野人一样跑进厕所，光速打开水，稍微沾湿一点，就靠那点水，连头带身上脸。那会儿是一个洗头的，从头洗到脚，然后洗完以后水咔一冲，冲到老师外边进来就是梆梆梆砸门，因为知道那会儿关灯了，然后水一关，无论洗到什么程度，回去躺着睡觉。这么说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头上还有沫子没冲干净，就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男生寝室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有耳闻，有耳闻。对呀，太快乐了。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好玩的事儿也很多，就是我很容易被请家长。因为我上课爱说话。有一次我长那个黄水疮，烫了这么大，他得挑破，然后就是抹红药水。哎呦，太难受了。然后他就结了好大一个痂在这儿，我嘴都张不开，饭都吃不了，不影响说话。就是我都那样了，你知道吗？我都这样了，我天天。可能大家长大了，不像以前那么能说话了。但是当我们聊到有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些所有的回忆都会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给大家的那种希望感，更多是来源于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所逐渐失去的这些事情。它有化作另外一种能量去支撑你，或者说去成就你吧。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选择，对于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都可以站在一起，并肩做伙伴，心怀阳光，看向阳光的这种感觉吧。我们都去做追光者。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
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相信彩虹，你要相信彩虹。真好看。追光者的这首歌的整个感觉跟情绪是我们两个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没太唱过的。对，其实这个故事原本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这首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卑微的。然后这个歌的背景是校园背景，就想做一个这样的阶梯，然后去找这种阶梯教室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同样，我们两个其实也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也在不同的阶梯和阶段上吧，是这样一种表达。对，但是我们到后面又走在一起，就是说无论如何一切美好的，它终将会去迎接我们这种感觉。是的，最后还是把这个彩虹带给大家。对对。所以你们有这样一个手势是，来。一开始因为黄子原来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昨天彩排的时候就是唱得很美，非常的向前进的那种感觉。他晚上回去恶补了一下，然后昨天晚上给我发了大概10几条50多秒、60多秒的微信。对，我那个时候在洗脸，因为太长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放那儿听，伴你洗脸。对，他在那儿讲，他说：“姐，我听了这个歌。”根本就不是咱们那个什么美好的未来。我们一上来老开心了，哈！对我们俩有一种那种迎接美好未来的青春感。对。他说这是一个得不到的人呀。他说他好惨啊，都惨得我都心疼他了，都想哭什么什么的。然后自从他昨晚上给我发了嫩长串之后，我们今天再来彩排的时候，他就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全对。对，就变得很脆弱。哎呦。很破碎，就是。很浪漫，对。我就看，无论是评论区或者说是讨论的这个，大家对这个故事的一些思考、想法跟不一样的理解，就得了解到这个，其实才能去透过歌词本身去表达嘛。我觉得这版非常特别，因为原版表达的是有一束我想要追到的光，我要拼尽全力去奔跑，但这一个版本的核心思路是。当你仰望光的时候，光同时也洒满了你的身上，两位唱的自然是不用说，然后我特别喜欢碧晨和声进的那个方式，因为是一个疑问句，然后拉长悠悠的，然后灯光亮起来，你们身处其中，彩虹色的灯光，真的很有希望，然后要邀请你相信彩虹，相信光那种感觉，就很美的舞台，谢谢你们。我首先想听一下2位的无伴奏人声。我不知道他们会挑哪段。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我首先特别喜欢这个编曲，让我就完全没有从这歌中脱离开。然后这首歌可能有10几个翻唱版本，你俩的翻唱的版本是我听过所有翻唱版本里最好听的一首。谢谢小生，谢谢。那我想说一个不同的点，就是，经常我们会夸一个歌手说他自带压缩，那我觉得张碧晨是自带 EQ 的。
就今天这首歌，你的高频又变高了一点，就整个那个音色又变亮了一些，这个很厉害。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可以控制自己的这个高低频点，能够控制得这么好，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要用这种就是高频点这种声音来处理这个作品。因为这个歌它有很浓烈的青春的气息，如果一把很老的嗓子在唱这个歌，就是好像不是特别对，所以我就觉得，尤其我又跟他在一起唱，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年轻鲜活的一个男孩子，所以我在跟他一起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匹配的，所以我就位置会挂得高一些，对，感觉还是非常的精准，这是很厉害的，对。然后黄子，我觉得多唱这样的歌吧，我觉得这个才符合你，就是让我感觉到你的希望，给我们身上那种青春阳光的状态。喜欢这个歌，谢谢。谢谢郝雷哥，谢谢。这首歌我觉得从黄子第一句唱，我就跟齐阳老师说唱得太好了。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因为碧晨把整个歌的情绪推起来之后，接下来你又接住了。好像你从碧晨的声音里面得到了力量一样，然后整首歌每一段情绪都有非常细节的这种推进，确实是在这些翻唱版本里面我听到的感情处理最细腻的一个版本，非常非常好。谢谢大家，谢谢。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接下来呢要给予一个结果了，我们要邀请其他2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上，有请。现在就上。因为这是我们的 A 组竞演单元，他们已经呈现了各自的歌曲，一共是3首歌，要请我们的建音团5位老师现场合影，给予本轮的待定金曲。很难选哦。音乐购燃，滋补药仙，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建音团揭晓待定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待定金曲为张碧晨、黄子弘帆《追光者》。恭喜碧晨，恭喜黄子，也要谢谢其他2组音乐合伙人。刚刚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哈！如果让我用一句歌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你是超越形容的奇迹”。哦，这个是我的歌，沉迷了是吧？没错。那今年也是你出道的10周年哈，从独立音乐人到华语乐坛标志性唱作人的蜕变，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今年会开启一个1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然后欢迎到时候大家来玩来听歌。那如果说此时此刻让你用一句歌词来形容现在的心情，你会觉得是哪一句？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唱的歌都爽了，造次了，班门弄斧。毫无保留的音乐现场呢，就像是每一次口渴，来瓶雪碧，让我们爽上加爽，酷爽舞台，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B 组的竞演单元，掌声欢迎阿令、姚小棠，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系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一聊这一次的创作吧。这次是跟姚小棠合作的一首《爱存在》，对不对？对。在这首歌的改编和编曲上会有一些变化吗？我觉得主要是在我们2个人的对唱的设计、和声的设计会有更多的变化，所以请大家可以期待。这首歌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因为这首歌是内地版《流星花园》的插曲。选这首歌呢，是希望可以带大家回忆剧中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给观众带来一份温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爱存在，不管是友情，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这部剧那时候你几岁啊？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对，那个时候也对于爱情有更多的憧憬啊。会有憧憬，看着就觉得哇，好虐啊！对，我觉得我谈恋爱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桥段，这样才圆满。好像就是爱情的范本。我觉得爱很容易我们会错过，一定要珍惜当下所有爱的人。我很喜欢跟朋友们聚会，
吃吃饭、聊聊天、喝喝饮料，分享彼此的故事，讲每一个人可能最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丢垃圾一样，就把这个不愉快的就丢在这边，然后明天就没事了，就很开心。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的心灵导师。我想，你能给我合一下吗？我觉得合起来会更好听。好，试试。哎，对，跟阿令姐一起合唱，她给我很大很大的安全感。好多好多的和声，她都在下面就是拖着我，让我的声音更加的圆润，然后我们情绪更加的饱满。我觉得唱这个歌比较温暖，用一种姐妹情深，鼓励彼此，突破不开心的地方、困难的地方，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这也是我想要传达给观众朋友们的，就是爱一直都存在，不管是朋友、家人，爱都一直在你身边。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雨季总会忘了离开，大落蔷薇每次盛开，我们激动争吵相拥相爱，想念每一次落单，你的温柔让心跳充满。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傻的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in my life. 我明白，我期待，爱存在，爱存在。如果爱是场最轰烈的冒险，终点是暖手的口袋，星星孤单单坠落在那片海，是你打捞起我们，把每滴坏的眼泪擦干。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傻的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就算能删除记忆，就算能复制情感，谁都无法控制爱。一旦决定爱你，我不管，我不管，这世人谁都无法替代。我的最爱只在你身上存在，
只有你在，极光才有力量变得更绚烂。只有你能幸福我回忆的未来。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好听。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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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好听了。其实上一季阿令姐来了嘛，然后我就没排上，然后今年终于有机会跟阿令姐一起合唱。然后我们彩排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想多踩几遍，因为我很想在自己的耳机里面多听阿令姐的声音，再听几遍，再来一遍。对。我发现跟黄子还有跟小唐合作，我觉得他们都很照顾我这个姐姐。没有。对，然后也很退让给我一些表现，但我觉得他们都很用心、很努力。尤其是我真的很欣赏小唐，有的时候他每一个字的尾音，我都觉得很特别。我自己回去都模仿不来的。对，很想要学那个。爱存在。对对。所以小唐，要不要展现一下？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一首歌叫《失恋无罪》。哦。孤独万岁，失恋无罪，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还不算太黑。独身万岁，失恋无罪，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难道不珍贵？一个人崩溃。我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我觉得他们彼此其实都在为对方在拖住这首歌的状态，没有特别去炫技，在这里面听到浓浓的情感，甚至于我在里面听到了，感觉你们是姐妹，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份爱就像是亲情的感觉，很暖，很包容那种感觉，对。对，其实就是一个陪伴。其实爱分了很多种，那亲情、友情、爱情，那还有姐妹之间的一种陪伴的。是的，是的。对。其实我一直不断的被爱包围着，因为从小我的妈妈她是非常支持我去走就是歌手的路，她都会跟我爸爸说我是去念书，其实我都是去参加歌唱比赛。对，虽然路上都一直遇到挫折，但是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说，有梦要逐梦踏实，所以你每一步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你会看到你经历过的，你努力过的，你就会知道你未来一定会得到一个很棒的成果，所以我都一直被爱保护着。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信的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手写信这个东西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奢侈品。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就是用自己手写，然后特别用心把这些心里话写给你，然后递给你的那瞬间，我就觉得哇，我是被爱的。对。我有过一个特别的经历，特别多年前有一次，我就是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住，有一次半夜我就身体不舒服，我就想打个车去医院，然后当时打了很久的车都打不到，最后打到一辆车，然后上了车之后，我就已经就是整个人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是一个大哥，他跟我讲，他说姑娘你在后排躺好。他说没事，我一定把你安全的立刻送到医院去。后来反正就解决了。然后之后呢，大概过了3年的时间，有一天晚上，然后我又打车回家，
后大哥就说：“哎呀，这个小区我来过一次啊。”他说：“这个大概3年前我拉一姑娘，大半夜她上医院。”我说：“我就是那个姑娘。”哇，对，很神奇。然后那大哥说：“天哪，你还好吗？你现在身体怎么样？”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是那一瞬间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人，但是产生了人生里面的2次交集，觉得也是一种被爱，就是他是顷刻间给你的一瞬间的那种爱。对。我说实话，就是这绝对是我们目前今天包括我自己的这个舞台啊，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个舞台。首先呢，因为我和阿玲姐我们俩之前有同台过。我以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觉得就是阿玲姐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今天坐在这个台前听之后，我就觉得太会唱了。谢谢。然后小唐在我的心里边，其实我也是觉得是非常非常会唱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他们俩站在一起，我感觉就这个就没法挑剔，就是歌都被他们俩的唱功给淡化了，就是全程都在享受的一个状态。这是我说实话，就来参加这一期，我就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木哥，我们同。阿玲姐，我觉得她有一个最厉害的一个魔力，她能一上来，她这句话还没有表达完，但是你已经被她的那个情绪所攻击的，就是体无完肤，就你已经被彻底征服了。然后她真的就是在给你讲故事，在你耳边说话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佩服。谢谢。这首歌《爱存在》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阿令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很收着的内敛的音色。包括像我记得阿令在过往专辑有一首叫做《以前以后》，我特别喜欢，也是类似这样的唱法。所以我听到你今天唱这首歌曲，我特别开心。谢谢。我觉得2个女歌手天生的音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想听一下这首歌的无伴奏人声。我的最爱只在你身上存在，只有你在，极光才有力量变得更深蓝。只有你能幸福我回忆的未来，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你们俩的音色是非常不一样，要唱出和谐的感觉，那我觉得至少有一方要走出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去演唱。那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小唐你做的略有不足，是因为你的音色太亮了，就会导致这2种音色在一起有点打。因为其实我们在听整个阿令的这种演唱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然后忽然到小唐的时候，他那个高频上去了以后，就整个他是游离在这个编曲和整个这个作品之外的，是让人有点跳戏。而且上面一首刚刚说过，张碧晨在自己的嗓音演唱的时候，他去调整自己的 EQ， 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去调整的，不可厚非。小唐，你这部分音色非常好，你的声音很像在盛夏喝了一瓶凉凉的汽水的那种清冽感，非常舒服。但是这个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作品，像今天这个作品，它就需要更多的心悦诚服，它需要你整个人沉下来，而不是飘在上面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小唐同意各位老师的观点吗？因为其实这个歌的音域很宽，这个调是。我觉得是目前最合适、最舒适的一个状态。对，但是老师们的建议，我觉得也是可取的。那我回去再练练低音，再练练低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原本我的一些音域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所以就换成是小唐唱，所以一进去大家听到他的那个高音，可能就会觉得说比较亮，但我自己认为是蛮好听的。好，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令，送给小唐，谢谢，谢谢二位，请落座。接下来有请第2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
弦子王唯一。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唯乙，我是《舍得无情话》的原唱。用尽伤人的话去说。王唯乙就厉害了。据我所知，王唯乙是我们的军艺科班文化和艺术双料状元。天哪，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我也是可能先是歌曲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其实一直在学音乐，然后一直也在做音乐，所以就是很开心能来到这里。Hello， 弦子老师好。你好。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弦子老师合作这个舞台。我有首歌叫《舍得》，你有首歌叫《舍不得》。对，哎，好搭好搭。对，然后我们这次唱的《无情话》就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自己唱的歌。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和你携手走天涯。这首歌它是古代人的故事，但是结合了现代人的爱恨情仇在里面，然后讲述了就是可能两个人未必最后能在一起，但是就是我在遇到你的那一刻，我的爱是非常坚定、非常深刻的，有一些 BE 的这种爱情故事。这词儿很美，对，然后就是很有画面感。我特别喜欢那一句“偏偏还故作豁达”，然后我早已经丢盔卸甲，只想生生世世。而且就是我们有搭和声，这一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钻心。我其实一直就是很愿意为自己的爱人付出的。对，我觉得遇到一个跟你情投意合的人，可以一直跟你走到最后，就是非常难得。所以就是我还挺为爱走天涯的。我拿到这个编曲还觉得蛮惊喜的，整个来就感觉很恢宏大气。然后我觉得双人舞台的话，两个女生之间会惺惺相惜，我和我的闺蜜之间也会心疼对方。对，其实女孩子之间的爱和关心是特别的纯粹的，有一些心疼，又有一些欣赏。期待无情话能有一个带有对话，然后有两种音色，但是又很缠绵的这种呈现。昨夜心头牵挂，今朝眼底繁华。曾是惊鸿照影，情更难拔。孤山独听雨下，寒夜里把酒当茶。相思何处可及？笛声夜风苍哑。流水空山落下，你的身影如画，悠悠空灵失色，心乱如麻。情深难免害怕，偏偏还故作豁达。我早已经丢盔卸甲，只想生生世世在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和你携手走天涯。纵情似一路的白发，且当是寻常人家。不忍将满地残花踏，相逢离散句莫如泥沙。奈何桥畔不应梦破茶，刻在心上是你的最美年华。流水空山落下，你的身影如画，悠悠空灵失色，心乱如麻。情深难免害怕，
些假，只想生生世世在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和你携手走天涯。从青丝一路到白发，街道是寻常人家。心上是你的最美年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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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美食能给人灵感，可洗碗这件事就像创作时突然被打断，让人心烦。没关系，我们有老板研系 G2 洗碗机，它是位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演奏大师，一眼就能看出油污轻重。洗涤剂自动投放，轻轻一摁，自动演奏洗碗交响曲了。哇塞，那清洁效果咋样啊？能扛住建音团的严苛标准不？必须的，这洗碗机呢就跟我们做音乐一样，讲究的是专业。它的金刚3叉金喷壁可以360度无死角洗刷，还能消毒烘干，拿出来的碗更加的干净清爽。有了老板研系 G2 洗碗机和重油污的厨房打扫 ，say goodbye。生活舞台天赐洁净，更舒心。这一次是跟王唯怡搭档，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见，然后第一次合作。首先我在见到他之前，我有刷到很多就是视频，然后还有电视剧，然后搭配的他这个歌。今天来到现场才知道，哎，原来这个歌的歌词是他写的。对，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唯怡。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舍得》和《五行话》。今天来到天赐的舞台，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我。给我们感受一下，清唱《舍得》。用尽伤人的话去说，都没想能不能舍得回啊，出口之后却更失落，也会更难过，这又是何苦呢？所以我想问一下王唯怡啊，你是一个全职的音乐人吗？现在？是的，其实我15年在其他节目出道，其实这个10年当中没有很多的舞台的机会，那我真的就自己去直播，然后就天天唱歌，一天能唱8、9个小时的歌，也跑很多的商演，然后有了收入我就全部就去做我的专辑。没有工作机会的时候我就去读书。就一路本科、硕士，然后博士毕业。希望你的歌越来越红，人也越来越红，好吗？谢谢。王唯怡老师啊，就是感谢老师有那么好听的《舍得》，让我跟野子拽了一把。哎呀，谢谢碧晨老师，谢谢贺野，我特别开心你们能翻唱这首歌，然后有非常多的人会艾特我去看，我太记得，就是碧晨走过去这样。抓住贺野的西装，用尽伤人的话去说，就是太有画面了。我是第一次听王唯怡她唱现场，我觉得她其实她的声音很有气场，是不是？一出来像竹剑，她是有那种剑锋的那种感觉，她一直有2个人是一个是柔的，一个是陡峭的那种感觉，所以放在一起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我很喜欢的舞台。对。谢谢，谢谢，谢谢。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以至于，我听到一半我就开始先是翻这个歌词，谁写的这么好听？举重若轻的
然后没想到这个歌词是王维老师自己写的，我觉得好厉害啊！我其实第一次听两位的现场，然后我觉得都是很有感染力的，然后都很稳定。我觉得王维怡老师的声音还挺神奇的，因为他的，就是跟声带结合出来那个音色和他的出来的那个气的比例还挺神奇。这是我听到一个好独特的音色，然后包括弦子老师也是，他有他自己很独特那个音色，让两个人合在了这一首歌里面变得非常融合。他给我的不是直击人心一下的感觉，而是，小桥流水，然后缓缓地流到心里面，一个很舒缓、很清润的声音。我特别喜欢这个舞台。谢谢。觉得王维怡你唱的时候呢，很明显就是会有很多符号在里面，就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处理的一个预知感。对于一个听众而言，我希望就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减法，可以让更多的人也可以享受到其中去，就不要把它变得太复杂，这样会变得更好很多。对，谢谢，谢谢老师，很棒，谢谢老师。弦子的整个的动态会特别好，还是很有自己声音的辨识度的。然后我觉得唯一在这方面做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给的比较多，给的比较满，就基本上很难分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层次。小唐，你知道吗？你之前演唱的一首歌，在全网也是引起了热议。来，我们来听一下是哪一首？等下一个天亮，去绳子牵手赏花，那里算不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哇，这是我今年来天赐的第1首歌，很高兴大家能喜欢。每一种声音呢，都是天赐先生，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小唐，谢谢。然后我觉得唯一在这方面做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给的比较多，给的比较满，就基本上很难分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层次。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分明的变化，可能会对这个作品会更好，好吗？谢谢。好，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弦子，送给王维怡，谢谢2位的精彩演绎哦。接下来我们有请 B 组竞演的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欢迎王铮亮、王鹤野，加油！这天越来越热，排练几下就觉得嗓子干。我最近呢都在喝东阳光冻干鲜虫草水，它采用的是 FD 宇航冻干锁鲜技术，锁住了更多的活性成分。喝起来呢，清爽提神，滋养身心。看这个活力成包装，妥妥的元气搭子，赶走疲倦，补足能量。来试试，口感真不错，清清凉凉的。这冬虫夏草水，我以后可以随身备着，排练演出随时喝。哥，这次我们终于合作上了。你看，而且其实这次的歌，我觉得也是缘分吧。月亮照山川。歌曲的很多细节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山里面的孩子背负着很多梦想，然后想走出大山。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一首歌曲，特别是现在高考了，非常的应景，其实是给大家一种鼓励吧。无论你在小山村还是在城市里，可能我们都要面临有一天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前进。有机会的话，我们顶峰相见那种感觉。我就在想啊，就是这首歌我们前面比如说 intro 要不要就是长一点？对，我觉得就让它有回味的感觉。然后因为它原本是用钢琴后来把它引出来嘛。对对对。咱们要不要比如说，如果是要质朴的情感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比如弹拨乐器。因为原版呢是一个女生的独唱的版本，我们2个男生就不像女生那么柔软了嘛，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更柔软的乐器，像吉他呀或者是竖琴，就是让这个歌曲它层次感多一些，就像一个热浪一样的，慢慢的流淌到他们身边，然后包裹着他们。因为是2个男生，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和声也做了一些编配。我觉得这样的话，给我们更多吟唱的感觉，氛围感会更浓烈一点，想象的空间更多一点。希望我跟鹤野有一个不错的舞台的表达，真的是能够给予生活中的这些在努力拼搏打拼的人们，也是给他们一些力量和鼓励。
看绵延高山，山路一道道弯，河水间是他一闪。看他瘦弱的肩，掌心磨出的茧，不知经历多少心酸。破旧的鞋子落脚尖，又缝补了几遍。那挎包里是最简单的饭，汗水滴落时间，晕开远方的答案。烛光下是他坚定眉眼，月光它落无言，落在远方的山川。青山下的少年，绕着山路18弯。他的声音浅浅，却是步步勇敢。你看繁星闪啊闪，闪耀在人间。你看绵延高山，山路一道道弯，河水间是他一闪。看他瘦弱的肩，掌心磨出的茧，不知经历多少心酸。破旧的鞋子落脚尖，衣服缝补了几遍。那挎包里是最简单的饭，汗水滴落时间，晕开远方的答案。烛光下是他坚定眉眼。月光它落无言，落在远方的山川。群山下的少年，绕着山路18弯。他的声音浅浅，却是步步勇敢。你看繁星闪呀闪，闪耀在人间。月光它照人烟，照亮远方的群山。一路奔波向前，我笑光芒多耀眼。寒窗苦读的风寒，不懂的信念，熬过岁月的冷眼，前路中璀璨。亮哥唱歌真爽啊，就是爽通透，很稳定。其实我们在音乐上是第一次合作，没错。但是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很多想法，我一给他说，他也同时说出了跟我一样的想法，所以就很同频。我觉得，对，我觉得两个人音乐人站在台上，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磁场还有默契。对，我觉得有的时候磁场 match 了，其实唱歌什么都不是问题。我觉得，歌里面其实就是表达，可能一个少年怀揣梦想的时候去拼搏的一个过程吧，就是鼓励每一个人。有2句词我特别感同身受，一个是那个肩，瘦弱的肩，因为我从小是拉手风琴的，1年级的时候背一个20多斤吧，而且那个琴带也特别宽，所以我要背上的话，必须得后面拿个毛巾把它拴住，基本上就是顶着这儿的，有点压我，所以就是感触到了这儿。小的时候虽然也没有说一双鞋破洞了还在穿嘛，但小的时候确实也是一双鞋要穿好久好久，然后一件衣服也真的要缝一下，我觉得。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王和也的来时的路吧，我很感激当时的一切，对。因为我才跟小亮哥我们有过月亮的交流。对，之前月亮。小亮哥是月亮专业户，非常懂月亮。就我一上来，我还在跟冰冰姐说，我说他们像在一个湖面上唱歌。
他打的那个光，包括像他所有的干冰，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非常不一样。小亮哥他的声音是非常透亮，他像是鸟鸣。贺野的话，他的声音像是中午过后，然后下午太阳出来，但是又夹杂着一点薄薄的那个细雨，就两个人给大家描述出了一种诗般的仙境的感觉。所以说我堪称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收尾的一个大唱特唱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亮哥在跟同性一起唱歌的时候，他能够增添一种不一样的色彩。就是那个和声啊更好听，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的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美妙的如临仙乐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很原生态，让我想到了草丛、树林。因为这歌唱之前，贺野有跟我讲说，姐，我对这个歌我不知道该咋弄，就他可能平时唱这种类型的歌比较少，他自己会比较担忧。但我今天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啊，超级无敌好听啊！就是我觉得贺野就是你可能对你自己还没有那么全面的认知，其实你可以唱非常多类型的歌，你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你自己想象的那个你觉得你能做好的区域里面。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歌手和制作人了。对。当然，此刻，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表达自己个人感受的？来，举个手，我们导演随机，有请。大家好，我叫邓佳慧，我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其实，在两位老师演唱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幕幕我成长过程中的画面，因为我是从广东梅州的一所小山村里面刻苦学习之后，考到了我们杭州的一所一本大学。在大学期间，我也有坚持勤工俭学，同时也有在积极的努力寻找机会进组学习，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然后，同时我希望我以后如果有能力，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家乡以及其他大山的孩子，去追逐自己心中的光。好，谢谢，加油，谢谢你 ，fighting。这个歌里面有比较强的这种民族的特点，就是大家可能就听到那个下面电的那个啊的声音，这种东西呢，我们在音乐里面叫长调，它其实是在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在西藏，包括阿木的故乡大凉山都有，然后把这种很自然的、很传统的唱法融入到这个歌里面呢，其实也和这个歌的这个月亮照山川那个主题是比较相近的。是，我觉得二位真的能把这个歌编成这样、写成这样，其实已经是给这个歌增色了不少了。尤其我跟启阳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你们中间那一段呜，那个编配是一个特别好的编配。中国歌词固然重要，但是这首歌最让我感动的真的是那两句呜，感觉就是月光照到了我的心里。所以说，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么神奇，有的时候没词儿胜于有词儿。我很喜欢你们两个的表演，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到了抉择的时刻了，在3首歌当中要选择一首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邀请其他2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现在有请我们建音团5位老师现场合议，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有请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公布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
月亮照山川，王铮亮、王鹤野。恭喜王鹤野，恭喜王铮亮，也要谢谢其他的每一位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掌声欢迎盲盒歌手登场。风吹动的树梢是最小的浪潮，飞落阳光在我发梢，捧起树荫一角，我抓住了天空的心跳。看更大的世界，烦恼才会变小，站在勇气跌同一脚，不断转错的路口，通向对的人潮。记忆的落点，我想到的都是瞬间。星河满天，烟火长夜，多值得我飞奔去遇见。我要擦掉眼泪，穿过大雨，去转转人间。世界一直一路小跑来和我碰面。爱一个人，也许在攀一座山，是活的都值得去体验。我要擦亮眼睛，放慢脚步，和风聊聊天，用一整天观察树影散落的光点。做一个梦，也许又兜一场圈，回过头看见世界在我面前。记忆的落点，我想到的都是瞬间。星河满天，烟火长夜，多值得我飞奔去遇见。我要擦掉眼泪，穿过大雨，去转转人间。世界一直一路小跑来和我碰面。爱一个人，也许在攀一座山，是活的都值得去体验。我要擦亮眼睛，放慢脚步，和风聊聊天，用一整天观察树叶散落的光点。做一个梦，也许又兜一场圈，回过头看见世界在我面前。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送出的点赞和小心心，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不摘口罩嘛？还不摘口罩嘛？挺着急呢，他俩就没露过脸儿。大家好，我是来自听潮阁的虚拟语音歌手崔18。大家好，我是来自听潮阁的虚拟语音歌手，我叫做北野。大家听过这个虚拟语音主播吗？听过。知道这个概念哈。所以他在这个直播间，你们呈现的形象是，在直播间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专属于自己的虚拟形象。缓缓唱呀唱，唱不尽思量。符合心跳感应，穿过人群摇摆着听。我们会在手机上有面部捕捉的软件，它很灵敏，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微表情，它都能够很完美的捕捉到，包括还有肢体上的动捕服，穿在身上跳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肢体动作，都可以很完美的展现给大家。所以还是要本人去表演，但是对呈现在手机里面直播的状态是一个虚拟的形象。对，是的，是的，是的。虚拟的人物。好。我主动发言，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看过他们的那个直播。哎呦，给他们点过赞吗？点过。很荣幸。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想把自己本人的形象放到前面，让大家欣赏的是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需要躲在虚拟人物的背后，还要是一样的生动，一样的好听，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
你们继续加油，你们的歌很好听，你们的直播也很好看，谢加油！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认可，谢谢。我觉得最逗的是，他们两个人，一个人声音像黄子，一个像贺野，是不是？你们也这么觉得，对不对？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有，真正能够摘下口罩，用自己的名字面对所有的人唱自己的歌的那一天的。谢谢老师，谢谢。从刚刚他们升上来，然后完了他们在唱的这个同时啊，其实我是有很多感触的，因为早几年前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呢，我又会觉得就是说他们俩唱得很好，尤其是我们就是北夜的这个音准也好，还有就是各种，我觉得都处理得很好，戴不戴口罩都无所谓，但是我相信就是未来你们能做的事儿会更多，会越来越好。谢谢老师，谢谢。当然，我也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你们直播？你们又提供了一些什么？是陪伴。比如说大家在一些生活中比较焦虑，或者是孤独，或者是需要一些情绪的补给的时候，他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演唱歌曲、聊天，会给他们一些我觉得是情绪的抒发，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对。说一件就是对我感触比较大的事儿吧，就是有一天歌迷找到我说想点一首歌，他的朋友就是状态不太好，就去医院治疗嘛，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然后当我在唱的时候，我就看到不光是我自己在给他加油打气，在祝福他，然后所有的人都在一起给他加油打气。后来听说确实好了很多，就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暖。所以你看，来到你的直播间，可能就把自己或者不认识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这一刻的家人，彼此鼓励，对，彼此祝福，给予力量。好，我们再次用热情掌声送给二位拼潮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此刻我们要邀请每一位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上，共同见证本期推荐金曲的诞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一晚上的竞演，最终产生了2首待定金曲。此刻交给我们建音团，现场合议，给予本期推荐金曲的结果，到底是张碧晨、洪子弘凡，还是王鹤野、王铮亮？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期的推荐金曲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张碧晨、王子弘凡，追光者。没白等啊，没白等，没白来啊，老铁，没白等，没白等。恭喜追光者，恭喜张碧晨，恭喜黄子弘凡。多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本期呢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累计，成功解锁本期的公益拼图。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多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以及去多阳光鲜虫草品牌门店线下打卡，了解详情，积极助力。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吧。有请二位。谢谢二位，一起为公益助力和加油，也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你，让我们继续做一个追光者。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音乐合伙人，让我们下期在音乐的世界不见不散。欢迎各位音乐合伙人，欢迎孟佳、告五人、小薇、金志文、金文琴、江浩南。大跳特跳托马斯头转。我觉得在网上玩一玩梗就好了，今天舞到原唱的面前了，我太尴尬了。我们有符合唱跳的期待吗？手有举起来，这样比一比就是了，好不好？